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Maybank 的股东变动。你看到的画面是我用某某 PC 版本显示出来的。在这个 Maybank 这边有一个叫做 Company Profile， 按下去 More， 它就会显示出它的这个 Fundamental。我们主要看呢，就是看它这个 Shareholder Statistic， 按下去。你看到它这边呢有显示呢，谁是它的主要的大股东，而在右边这边呢就是 shareholder type， 他们是属于什么 category。这个 manager 呢可以看到呢，Permodalan Nasional 大概是有45%，EPF 是3%，Kumpulan Wang Persaliaan 大概是5%，这三个呢就是最主要的三个大股东。如果我按下这个 Individual 呢，可以看到它这个全部机构的这个股权的 ratio， 这个是2020年 Q1， 可以看到它那时候维持大概是在88%以上，过后呢，当股价在低部的时候呢，它就开始有这个加码。股价开始上升的时候，这些就是股价。股价开始上升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它的 ratio 呢就是往下的，也就是说这些机构呢就慢慢的把这个to for 套利的意思，股价高的时候它就越低。现在大概是77，这边的时候大概是80.1， 77跌了差不多整4%。再看一下它这个 shareholder holding 这边呢，就是显示出他们的这个股权的变化。可以看到这个 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 Employee EPF 跟这个 Kumpulan Wang Persaliaan 呢，都是一直在减仓的，一直在减仓，减的蛮多。然后这个 BlackRock 就是有增加，其他的都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主要大股东减仓的话，这样肯定是对我们有影响的。去看一下它 changes， 你可以看到它股价上升的时候，红色就越来越多，红色呢就是减，青色呢就是增加。股价上升的时候，红色是越来越多的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他们是哪一些是增加，哪一些是减少，什么日期，在什么地方拿到这个资料。我们主要是看这个 Permodalan Nasional， 我们按下去，它就显示从2014年呢到2023年整10年了。这边这个是右边这边是最接近的，可以看到它在2022年开始的时候呢就一直减少，减少。它在最新的 quarter 呢还是减少的，看到吗？这边是减少的。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 正在减仓，正在出货。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EPF， 不是Wang Persaliaan 退休机构，这边最高的时候它大概是在5.1%，啊，2020年，然后最近呢，它在2022年的时候就减的蛮厉害的，然后最近呢，2023年 Q1 的时候就增加上来，但是在 Q2 跟现在呢，你看到吗？又在减了，它不愿意再增加，它也是在出货。Kumpulan Wang Persaliaan 也正在出货，股价上升的时候就出货。另外一个主要股东是谁？是 EPF， 按下去。EPF 呢，曾经呢是蛮高的嘛，在2016年的时候是蛮高的，然后就一直往下掉了。最近呢又回来，你可以看到它在股价比较低的时候，2022年 Q4 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是在7、8块左右吧，它就开始买入。现在呢怎样呢？在2023年 Q1，就是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，又开始卖出去，卖出去了。
又是开出货。那时候大概是在14%左右，现在呢是大概是13%，也是下跌了1%左右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 Maybank 三个大股东呢正在出这个货，开始趁高呢就套利。如果你要去交易的话呢，你要小心一点啊，不然的话呢，你随时去变成这个接盘侠，要时常去看一下它图表，看一下基本面分析，看一下它大股东的动向，不要变成这个接盘侠。OK，这个都是在某某 Map 里面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图表。如果你现在用我的链接去注册这个某某马来西亚的话呢，你除了可以免费使用这个某某 App 之后，也是有这个 Real Time 的 Code 免费的，你可以看到实时的这个 KLSC 的这个 data，还有呢，可以免费的使用我的这个筹码主力线来判断一些买卖点。另外呢，也会被邀请加入这个 WhatsApp 小组，里面呢我们会讨论如何去操作，如何去应用这个某某 App 来做一些分析，如何去做一些 filtering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留言区，然后按下这个链接，你就可以去注册了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如果你是想我分析更多类似的这些股，在这个留言区里面打上1，给我知道下，我就会继续的去分析。谢谢大家。